家看看啊，一大把岁数了还敢偷鸡摸狗的勾当，还要不要脸？那康兵可是留给我孙子糊口的。娘，你醒醒，你可千万别死啊！老娘不是在杀丧尸吗？这是哪儿？娘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没死。你叫我什么？娘？头好痛，再压一把，老娘不信翻不了本儿。这是我娘临终前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，求求您了，别赌掉它，儿媳给您磕头了。嫁进我苏家，你的东西就是老娘的东西，滚一边去！老娘的运气都让你哭没了。窝囊废，一个铜板都挣不回来，白养你这么大，还不如养条狗。这是60两，说好了，你家苏小花给李老头当田房。成，我家小花身子结实，保证能生养。我的个乖乖，我这是穿越了，还穿到一个和我同名同姓、好赌成性、好吃懒做、不干人事的恶婆娘身上。王婶，这是些银两，您先拿着，我替娘向您赔不是。这还差不多，以后再敢偷我们家东西，可没这么容易算完。哼！别坐在地上了，先进屋。这也太破了！原主有3个儿子1个女儿，还有1个儿媳，怎么就把日子过成这样了？娘，儿子求您别再偷东西，别再赌了，要不下次您被人打死，我们连收尸都赶不上。瞎说什么呢？你是大牛吧？哎呀，快起来！娘，求您别让我嫁给李老头，我以后不吃不喝，赚了的钱都给你，求你了，娘。娘，小花可是您唯一的闺女啊，求您了，娘。行了，闭嘴，吵得我脑仁疼。哭丧呢，老娘还没死，小花不嫁，都给我站起来！娘，我做好饭了，这就给您端上来。我的天，这些人就吃这玩意儿，丧尸都下不了嘴。检测到野菜，可兑换1积分。我在末日里的积分系统跟过来了，老天待我不薄，有了这个系统就能兑换其他物资，谁还厌这烂草根？不行，现在凭空变出食物，这帮小崽子肯定把我当妖怪，得先找个借口出去。好啊，拿这种猪食来糊弄老娘，你们几个小畜生是不是把好东西藏起来自己偷吃了？冤枉啊！放屁！老娘这就去灶房搜，要是让我搜出来，揭了你们的皮，谁也不许跟过来。米是一粒没有，饭缸也空了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好在老娘有系统在手，先搜刮点东西去商城兑换。前方发现野生干菌菇，可兑换积分。老天待我不薄啊！系统打开面板，干菌菇加几根破树枝就换了30，这系统倒是不挑食，够换一顿饱饭了。白面、糙米、猪肉、盐巴，样样都有。末日那破条件，老娘的厨艺憋了这么多年没处使，今天终于能露一手了。这肉肥瘦正好，切厚点吃着过瘾。香，这味儿才叫饭。大白面馒头不得馋哭他们。啥味道？这么香？像是肉。二哥，你闻错了吧？咱家哪来的肉？这味儿，娘在炒菜，家里不是1颗粮都没有了吗？哪来的油星？娘是不是已经收了聘礼？这肉是李老头送来的。什么？娘真的铁了心要卖我姐？不行，我宁愿卖血换钱，都不能让姐嫁给那个老头。娘又骗我，明明娘刚刚还说不会让我嫁给李老头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看着小花给李老头当田房。媳妇儿，别去！上回你拦他当镯子，他把你打成什么样，你忘了？那你就让我眼睁睁看着，今天是小花，明天可能就是我。不行，我要去劝劝娘，哪怕被打一顿。娘，这肉是哪儿来的？管那么多，吃还堵不了你们的嘴，都站着干什么？坐下。娘，你是不是收了李老头的聘礼？求你了，娘，把聘礼还回去，我以后攒钱还给你。放心，我说过了，不嫁就是不嫁，这肉不是别人给的。那是哪儿来的？我从草丛里捡的。草丛里能捡到五花肉和白面，娘又把我们当傻子糊弄。荒年路上连草根都被扒光了，真有肉早被刘氏生吞了。娘这谎撒的也太假了，这肉10有8九是李老头送来的聘礼。娘，
你说实话，是不是李老头？你也不信我，我说了不是就不是。那这肉汁面到底是哪儿来的？我说是从草丛里捡的，你们爱信不信，不信就别吃。草丛里怎么能捡到馒头？馒头是我做的，面是捡的，肉是捡的，行了吧？审完了没有？审完了吃饭。行了，都别杵着，赶紧吃，不想吃是不是？真香啊！你们赶紧动筷。好吃。就吃这点儿，每人至少1个馒头，3片肉，谁少吃一口，今晚跪院子里。都给老娘往饱了吃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听见了还不加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我好久没吃过肉了。这馒头是白面的，咱家多久没吃过白面了？妈，太好吃了！这肉香味，我以为一辈子都吃不到了。傻孩子，吃慢点，没人跟你们抢，以后还有的是。吃个饭跟做贼一样，原主到底把他们搓磨成什么样了？这是什么？娘，这个不能动。什么东西不能动？娘，求您了，这是全家最后的盐了。娘，没了盐我们都活不下去。你把盐卖了，全家迟早要瘫死在床上。死了拉倒，少一张嘴吃饭。娘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把盐留下。谁说要拿去卖？野菜没盐，又苦又涩，我拿点盐出来调味。让开。大哥，你糊涂啊！这罐盐是我们藏了大半年的命根子，你忘了上回娘把盐拿去卖了，全家3个月没吃上1粒盐。大哥，你怎么就松手了？娘今天还做了肉给咱们吃，她应该是真的调野菜吧？这不会又是娘的陷阱吧？以前吃个野菜都要被娘打，今天给我们吃肉又加盐，娘是不是真的磕到头，把脑子磕坏了？怎么都不动筷？不想吃，不想吃我就倒了喂狗。有咸味，大牛，这汤有咸味，3个月了，我舌头都快忘了盐是什么味道了。咸的，真是咸的，我还以为这辈子都吃不上盐了。1碗汤几粒盐就能感动成这样。从今往后，我绝不让他们再吃苦。明天都跟我进山，我带你们找能换钱的东西。以后不仅有盐吃，还有肉吃。人呢？一大早全没了。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居然这个点就起了？我家那几个呢？一大早1个都不见了。装什么？他们被你压榨惯了，天不亮就摸黑上山挖野菜了。晚一步，连草根都被别人扒光了，哪敢跟你似的睡到日上3竿？他们起这么早？昨天说了今天一起进山，他们还是不敢等我。这个点山上露水都还没散，他们去了多久了？哟，这不是苏家那个恶婆婆吗？今天怎么背个筐上山找食了？以前不是只会偷鸡摸狗打儿媳吗？苏家那几个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摊上这么个扫把星的娘。我要是他们家的，早一根绳子吊死了，省得活着受着窝囊气。哎呦，他们家那几个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天生给别人当狗的料。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大冲生小畜生！我说你疯了，我手要断了！我以前混账我认，但谁再敢咒我家人一句，我就把他嘴撕烂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，这人怎么变性了？偷磕那一下，把脑子里的水全磕出去了。检测到旱季荒山原生品类，开启可回收积分结算。野生柴胡单株2积分，野生蒸制干株3积分，灰树花一簇5积分，野生地狱2积分，野生山枣4积分，可食苔藓1积分。1个、2个、3个，整整8片资源。在末日蹲守3天才能捡到1块破铜烂铁，这破山沟简直就是个满地爆金币的提款机。野生柴胡根根入药，单株2积分。好家伙，这山里到处都是，发大了！沈大娘，你疯了！这可是毒草啊！你采这毒草干什么？你想害人啊！李大姨，这不是毒草，这叫柴胡，正经的药材，拿到镇上药铺能卖钱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见过这东西能当药。不信就算了，你要是想摘点儿，我教你，保准能换2个铜板。不，我可不敢碰这个毒死人的东西，你给我钱我都不摘。你看这根部，粗壮的是好的，细的还能再长长。要是哪天你想摘了，随时来找我，我教你认。这满山坡都是，
比你挖一天野菜换得多。这婆娘是不是赌钱赌疯了？拿个毒草当药材，以后可得离她远些。回收野生柴胡100株加200积分，灰树花20簇加100积分，山枣30串加120积分，当前总余额454积分。454，够换多少顿红烧肉了？今天这一趟没白跑。怎么回事？有不好的预感，难道出事了？救命啊！我不嫁！你娘都收钱了，不嫁也得嫁！放开我妹妹！求求你们了，放开她！妹妹，小花！我看谁敢动她！哟，不是你找我们嫁女儿的吗？怎么反悔了？这婆娘真不是东西，赌钱赌疯了，为了钱让亲女儿嫁给一个老头，呸！作孽呀！我说最后一遍，放开我女儿！就你一个老婆娘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放手？我打你都不用喘气儿的！别磨蹭，走！救我！我不走！老娘太久没杀丧尸，手脚都快生锈发痒，今天正好活动活动。就这，你给老子挠痒呢？靠！这原神什么破烂身体素质，拖我后腿！60两买你女儿是给你脸呢，别没事找事儿！娘，哥哥，救我！系统，打开商城。强身壮骨水初级500积分，当前积分余额454，余额不足无法兑换。该死，还差40积分。娘，哥哥，我不要走！妹妹，求求你们，别带走小花！检测到百年老黄树牛，可回收兑换60积分。回收后积分514分，是否兑换强身壮骨水初级？换。我说了，放开我女儿！臭婆娘，你想死了！兄弟们，给我一起上，往死里打！我的胳膊！还打吗？不打了。这是沈清燕，她什么时候这么能打了？一个人打4、5个壮汉，以前不是连桶水都提不动吗？这是我娘，娘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？我的家人，谁也没资格动。再敢踏进苏家一步，我把你全身筋骨都废！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站住！还有什么事？你们踹了我，踩了我儿子，磕破了我儿媳的头，我要求赔偿。白面20斤，大米20斤，全羊1只。什么？全羊？嫌多？那就40斤。不多，1个时辰内送到。滚吧！古董墨玉玉佩可兑换1200积分。1200，一块玉佩顶我爬1天山，这下要暴富了。这帮人强抢民女寻衅滋事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等明天安顿好家里，你去县衙报官，把今天的事儿一五一十说清楚。该怎么判，让官府定。好，我明天一早就去。这玉佩先留着，等进城找当铺兑成现银，正好当做生意的启动本钱。大哥、二哥，不好了！村口有人说要来咱家抢。姐，你没事？我没事，多亏了娘，把那些恶霸全打跑了。对，你刚刚是不在，娘可威风了，一个人撂倒4、5个壮汉，这些粮食就是他们赔的。娘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以前我怎么对你们的，我心里有数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家我来护，谁再敢欺负你们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娘刚才为了小花跟5个恶霸拼命，这话我不信也得信。以前婆婆动不动就打骂我们，现在说要护着这个家。宝大媳妇儿，你娘家人往年没少接济苏家，自己嘴里省下粮往咱家送。这只羊腿一会儿送过去，给你爹娘补补身子。谢谢娘，儿媳替我家谢谢您。当家的，明天你去镇上看看，能不能赊点糠皮回来。家里连野菜根都剩不多了。赊，上回赊的粗粮还没还上，粮铺掌柜见了我都躲着走。说来说去都怪大姐嫁的苏家，那个沈婆子以前隔3差5上门讨粮，咱家自己都揭不开锅了，还得往她家补贴。别这么说，你大姐在苏家日子也不好过，
婆婆苛待她，咱当娘家的能帮一把是一把。帮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咱家2个孩子饿得晚上睡不着觉，爹你倒好，自家粮往别人家送。行了，一家人吵什么？你大姐命苦，摊上那么个婆婆，咱不帮她谁帮她？明天我去隔壁李婶家借2碗粗面。亲家，我来了。是沈大娘。爹，这次你不能再心软了，咱家自己都揭不开锅了，再往外掏，你孙子孙女真得饿死。可他要是一直站在门口，村里人怎么看咱？你大姐还在苏家呢。是啊，咱家实在掏不出东西了。昨天赊的粗粮不够自家人吃2天。这2个窝头给他，够意思了。就这，多了一点没有？亲家，我今天弄了一只羊，专门来给您送羊腿来了。这些年你们帮衬了一回又一回，我今天特意来还这份恩情。苏大娘，你这是从哪儿弄的羊腿？这太贵重了，你赶紧拿回去。你们家几个孩子也正缺油水，拿去换成素面能顶好些日子。这可是羊腿呀，这么大一块，够咱家吃半月。苏家欠咱多少粮，这羊腿本就该给咱。胡说什么？这年月1块羊肉多金贵，苏家不容易，让人家拿回去卖了换粮。亲家，这羊是我自己挣来的，家里吃不完，家里有面有米，不缺这一块肉，你们赶紧收下吧，给小孩补补身子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今天是真心来还恩的。大牛媳妇是你们养大的，以前我亏待她，也亏待了你们。这羊腿是我该还的，你们放心，以后苏家不会再上门讨一粒粮。这句话我放这儿。好，那这回我就收下，下回可别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了。那亲家我走了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接济的，一定和我说，我能帮的都帮。这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以前上门眼珠子乱转，嘴里没一句实话，今天从头到尾没提一个借字。你说这是同一个人？我也没见过他这样。柳媳妇苦了这些年，总算熬出头了。娘，您回来了，我炖了羊肉，您先尝尝。娘，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吃？不是你的问题，羊本身膻，光放盐压不住。我来，你们在这等着。花椒、八角、姜片、去腥3件套，看看有没有。花椒5克3积分，八角5克积分，老姜1块1积分。这下齐了，真香，汤白肉烂，再加上泡馍，这得多好吃啊！好香，跟刚才不一样了，没有那股膻味了。娘，你放了什么进去？花椒、八角、姜片，去膻的。都坐下，开饭。娘，这太好喝了，比肉都好喝。这饼太好吃了，外面脆的，里面软的。娘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做？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，比过年吃的还好。吃你们的，别感慨了，以后天天这样。明天有件事要办，大牛，明天你和柳氏跟我一起进城，把家里剩下的羊肉去卖了，能换多少银子换多少。进城卖肉？娘，这羊肉留着咱能吃不少时日呢。这年头粮比钱要紧，家里不缺这点肉。等换了银子，去把你的镯子赎回来。娘，我没听错吧？那镯子当了好几年了，您还记得？那是你娘临终前留给你的，这么多年你嘴上不提，心里没放下过，是娘对不起你。不管怎样，我都要把镯子赎回来。新鲜羊肉，现杀的肥羊，荒年里能碰上一口鲜肉，比捡银子还难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真是羊肉！这年月居然还有鲜羊肉卖，不是腌肉，不是风干肉，是真的。多少年没见过这一口了？给我来2斤，我家老娘病了大半年，就想喝口肉汤。拿好了，老人家喝了肉汤，保管精神起来。掌柜的，卖我1斤吧，我孙子瘦得皮包骨了，就馋这一口。拿去，给孩子好好补补。剩下的羊肉我家老爷全包了，多少斤？正好8斤，您全要？全要，我家老爷就好这一口。娘，一共12两8钱，我这辈子手里没拿过这么多银子。以前全家挖1年野菜都换不来这些钱，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以后挣的只会比现在多。银子揣好，去赌坊把柳娘的镯子赎回来。就是这家，当年我就是在这儿把你镯子当掉的，今天原样赎回来。走。干什么的？赎东西。赎东西？你们这身打扮，赎得起什么？里面都是值钱物件，不是讨饭的地方，赶紧走。我们有银子，让开。2位大哥，我们不是来闹事的。我娘以前在这儿欠了些赌债，今天是特意来结清旧账，续回物件的，劳烦通融一下。结旧账，续回物件，你逗我呢？就你们这穷酸样，兜里能掏出几个铜板？这是苏婆娘吧？你在赌场里可是出了名的烂赌鬼，输了钱就当东西，当完了就撒泼打滚，现在说要赎东西，你逗谁呢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有银子，我赎回东西自会和赌场1刀2断。真有银子，偷的还是抢的？还是把你闺女卖了换的钱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娘不是那种人。哟，做了的事儿还怕别人说呀？我告诉你，就算真有2铜板，我们赌坊也不接待你这种货色。赶紧滚，
再不滚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们一个个欺人太甚！怎么着，还想动手？信不信我挥挥手就能让你半个月下不来床？够了，今天我不想和你们计较那么多。我再问一次，放不放我们进去？放你进去？做梦！脏了我们的门槛，赶紧滚，别碍眼！松手！你松手！你这死婆娘要干嘛？我问你，这门我进得进得？进得。您进，您随便进。哟，这不是苏大娘吗？有些日子没见着你了，怎么手又痒了？今天带了多少银子来翻本？周管家，我今天不是来赌的。2年前我在这儿抵押了一只银镯子，今天本息一并结清，把镯子赎回来。赎东西居然不是来赌的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把抵押册子拿来，别是在哪儿偷了银子跑来充大爷的吧？2年前，苏大娘抵押银镯子一只，这价10两银子。没错，有这笔账。10两利息，我带了银子。慢着，我房里有规矩，但凡抵押的物件想赎回去，不许直接付银子。什么规矩？必须在坊内下注博弈，凭本事赢回10两银子，赢了镯子亮样奉还，输了银子留下，镯子还是房里。娘，10两银子在赌桌上哪是那么容易赢的？稍有不慎就全输了。咱回家吧，镯子我不要了。娘，要不别赌了，咱好不容易攒下这些银子，不能再走回头路了。规矩是吧？行，我按规矩来。我要是赢回10两银子，你得把镯子还我。我还以为他真变好了，闹半天还是那个闻着赌味就走不动道的烂赌鬼。行，今天让你再输一回，身上最后一个铜板也别想带走。痛快，请吧。赢了10两，镯子原样奉还；输了，银子归我，镯子还是我的。慢着，怎么反悔了？赌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，先把镯子拿出来，我亲眼确认东西完好无损，再下注。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，看一眼镯子能怎样？反正你也赢不走。去库房把他抵押的那只镯子取来。是我娘的镯子，真的是。好，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这一局我不光要赢，还要一次性还清以前在你们这里欠下的所有赌账，往后于赌坊一刀两断。还清所有债，你口气倒是不小。你当年在这儿欠下的债可不是小数目。既然你这般自信，我今日便成全你。和尚，周管家把和尚请出来了，就是那个从无败绩的和尚。听说从来没人能从他手里赢走半分东西。上回有个外地富商不信邪，带了200两银子跟他赌，一晚上输的连马车都当了。周管家这是要把沈大娘往死里整，和尚都请出来了，他那点银子还不够塞牙缝呢。娘，不赌了，咱不赌了行不行？镯子我不要了，那个和尚咱斗不过他的。你好不容易变好了，要是上了赌桌又变回以前那样。你受了这么多年委屈，镯子是你娘留给你唯一的东西，欠你的，今天我一定亲手拿回来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第一局下注多少？我赶时间，不玩来来往往的把戏，一局定输赢，这是我全部赌注。赢了你拿走，输了镯子还我，旧账一笔勾销。这穷酸娘们还真拿得出元宝，只不过这一局过后，这元宝就姓何了。你赢了，这3枚元宝全归你，镯子原样奉还，旧赌债一笔勾销；输了，桌上元宝尽数归赌场，旧债照算。成交。玩法简单，1枚骰子比点数，炸者胜，一局定输赢。和盛的骰子局我看了不下几10场，从没见他失手过。这老婆子今天怕是要输了当裤子。他当年在这儿又不是没输过，狗改不了吃屎。看就这，连钟都不会摇，还敢跟和尚赌？他是来送银子的吧？我先看。1点，最小的1点，他居然摇了个1点，1点对和尚，这还用比吗？和尚闭着眼睛摇都能赢他。1点，娘开了1点，这怎么可能赢？娘说了，交给他，娘一定有办法。我就说吧，烂赌鬼永远是烂赌鬼，拿银子来赌场，跟往河里扔钱有什么区别？沈大娘，你这手气还不如当年呢，当年好歹还能摇出个3、4点，今天直接摇了个1点。沈大娘，你这局是必输无疑了，你开出1点，但我这一中是6点。沈大娘，承让，这元宝我就先收下了。慢着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怎么，你开出1点？莫非你觉得和盛也开出1点，跟你打成平局？不是平局，我的意思是这一局
和胜必输。必输？他疯了吧？自己摇了个1点还敢说和胜必输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开出1点还敢大放厥词，我看他是脑子坏了。嘴硬没用，既然你不服气，我便让你彻底死心。我开的是最大6点。系统，兑换时间停滞。时间停滞，可使时间静止3秒，500积分。就这个，就你还想赢老娘？我可是有金手指在身。骰子呢？骰子怎么不见了？这不可能，我明明摇出了6点，骰子怎么会凭空消失？你的骰盅里1粒骰子都没有，自然是0点。我的是1点。周管家，这一局算我赢，没问题吧？耍赖！绝对是耍赖！手子怎么可能凭空消失？就是，和盛摇了10几年的手子，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。台上捉手子就没了，不是他搞鬼是什么？这把不算，苏大娘出老千，按规矩出老千要剁手的。胡说！你们说我娘耍赖？我娘当年在这儿输了多少钱？你们哪个没看见？她要真有这本事，当初还会被你们拿捏的死死的。玩法是和盛定的，钟是和盛自己摇的自己开的，你们倒说说我怎么耍赖？骰子不见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该不是你们赌服输不起，想赖账吗？行，这把算你赢，但你想赎回镯子，没那么容易。规矩是你亲口定的，怎么自己说的话要咽回去？那是刚才的规矩，现在我改主意了。按我房里最新的规矩，抵押物件赎回10倍银子，100两，少一个子儿都别想拿走。100两？刚才明明说好赌局赢10两，我娘赢了你就改口，这是坐地起价，仗势欺人。规矩是我房里定的，拿不出100两就滚出去，镯子别想要。你再说一遍，赎金多少？你聋了？我说100两，少1分都。你竟然敢打周管家，而且他在赌坊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欠了债只会跪着求人宽限几天。娘明明可以不管这镯子，可她从进门就没退过半步。周管家手下多少人？万一他们想动手，我们怎么抵得住？你敢打我？在我房里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敢打我？来人，都给我下来，把这几个穷鬼给我围起来，腿打断，今天一个也别想走。娘，你先带着柳娘走，我挡着。站我后面。臭婆娘，敢在房里动手，活腻了！你这女人到底哪来的本事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问你最后一遍，赎回镯子多少银子？镯子，那个10两纹银，原价赎回，1分不多收。人果然是贱皮子，不挨打就不会立正听话。10两，你说的。镯子拿来。掌柜的，您可算来了！这疯婆子在咱们房里闹事，把弟兄们全打趴了，还逼我10两银子就把镯子赎走。掌柜的，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！好大的胆子，在我的地盘撒野闹事，打伤我的人，你以为你能站着走出这扇门？给我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婆婆乱棍打死！娘，这么多人，我和柳娘帮你。往后退，护好你们自己就行。老娘筋骨都还没活动开，你们就全倒了。就这点本事，也敢仗势欺人，横行霸道？掌柜的，该你了。说，究竟多少银子才能赎回那只镯子？不要银子，1分银子都不要！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镯子取来！
把他的赌债账册也拿来，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，立刻马上。苏大娘，镯子在此，完好无损。您刚才赢的2枚元宝也归您。您看，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了了？还有一样东西，我当年在你们这儿签的所有欠债字据，全部拿来。都在这里了。4年来一共签了17张，粉息合计98两。今日在此，我沈清燕与这间赌房所有旧债一笔勾销，从今往后，永不踏足赌桌半步。若为此事，有如此指。我们走。娘，那些借据烧了，我心里这块石头也跟着烧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。以后咱家就好好过日子。走，先去采买东西。好不容易进城一趟，把该置办的都置办齐了再回家。98两的借据，一把火烧了，我手底下10几个弟兄，全被他一个乡下老婆子撂趴下了。传出去，我这赌坊还开不开？这娘们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以前她来赌钱，一个屁不敢放，今天还敢扇我巴掌，这口气我说什么也咽不下。哼，咽不下也得咽。他赤手空拳能打趴7、8个护卫，和珅在他面前连骰子都保不住。你上去送死，派人盯紧他，等摸清他的底细，再找机会算这笔账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掌柜的，这糙美能不能再便宜2个铜钿？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。掌柜的，白面5袋，大米5袋，杂粮5袋，腌菜5坛，算账。这位大娘，您确定5袋白面5袋大米，按现在的市价可不是小数目。怕我付不起？来大生意了，出来搬粮。这粗布给大牛、二牛各裁2身长服，这兰花布给柳娘做2身，这细花布粉色给小花，蓝色给小牛，一人2身新衣裳。娘，我有衣服穿就行，不用给我做新的。衣服补丁罗补丁还能穿。掌柜的，全要了。蟠桃，这年月居然还有蟠桃。摊主，这筐我全包了。不住，这筐蟠桃早被城中大户预定了，不卖小户。您看看别的果子。他出了多少？我加3倍。3倍？大娘，这可是一整筐蟠桃，3倍价钱不是小数目。够不够？够！这筐蟠桃是您的了。那位大户要是来问，我就说桃子烂了，退他定金就是。娘，3倍价钱买一筐桃子，这也太贵了。咱家虽然现在有了些银子，可也不能这么花。是啊，娘，这蟠桃比肉还贵，咱吃不起这么好的果子，要不退了吧？拿着。吃不起，从今往后你们顿顿吃香喝辣，几个蟠桃算什么？吃。我这辈子头一回吃蟠桃，真甜。一人1个，剩下带回去给二牛他们尝尝。走，出城回家。我们只是路过挖了点野鱼充饥，谁知道吃了就变成这样。生魔玉，糟了，这是生物线中毒。老夫行医30年，见过不少入食毒鱼的，此毒无解，只能听天由命。我的儿才还年轻，还没娶媳妇儿啊！确认兑换，甘草、米醋5积分，生姜5换成功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老夫说了，此毒无解。你这些寻常草药不过是白费功夫，徒增痛苦罢了。甘草解百毒不假，可这野玉之毒烈性无比，光靠甘草、米醋就想解毒，荒谬！哼，若是这么简单就能解，老夫行医30年岂会不知？大牛，把他扶起来，把嘴掰开。郎中都说没救了，他还折腾什么？就是一个乡下婆子还能比郎中厉害，怕是折腾得更遭罪。娘，蛇肿小腿大半，脉象趋稳。这不可能，
这毒老夫研究了多年，从未找到过解法。你是用了什么方子？甘草和米素我试过，生姜也试过，从未见效。你缺的不方子，是配比和灌药的时机。舌头一种立刻灌，先含漱再内服，半个时辰内必须把药推进去，晚了喉咙堵死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恩人，您是我儿的救命恩人，我给你磕头。恩人，我们全家欠您一条命，您说您要什么我都给您。起来，人没事就好。生魔芋有剧毒，不能误食，以后可要多加小心。对了，你们方才说这魔芋是在哪儿挖的？就在那边，城郊后山整片坡堤全是这东西，村里人都管它叫野芋头，都说有毒，没人敢碰。我们实在是饿得没办法了。魔芋生吃有毒，但加工过了就是粮食。用草木灰反复浸泡蒸煮，能去毒，做出来的魔芋块耐储存，抗饿。娘，这东西真能做吃食，不会害人吧？回去我做一遍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来，先把这一片的挖出来，装满箩筐，注意别弄破皮，破了容易坏。土层松软，块根饱满。这片魔芋地至少能收几千斤，加工后做成小吃。城里人没吃过这东西，稀罕，能卖出好价钱。够了，回去先做第一批，事成了明天再多挖。走，回家。大牛，把车上东西搬下来。这是给谁的？粉色你的，蓝色小牛的，一人2身新衣裳。粗布是大牛、二牛的常服，兰花布柳饰一身，都有份儿。我有新衣裳了，娘，咱家几年没买过新衣裳了。娘加了3倍价钱买下来的，一人一个。甜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东西。高兴完了说说正事儿。大牛，把这2筐东西倒出来。娘，这不是后山那片毒鱼吗？你挖这个回来干什么？这东西有毒，娘你忘了？前年村东头刘老三就是吃了这个，舌头肿得说不出话，硬生生噎死了。生吃有毒，加工过了就是好东西。只要用草木灰浸泡，反复蒸煮焯水，就能把毒素彻底中和掉。加工之后的魔芋块做成小吃，比粗粮受欢迎。可是全村都知道这东西有毒，咱要是做了卖，谁敢买啊？就是，到时候村里人会不会说咱家卖毒物害人？说有什么用？事实说话。你们看着。第一步，去皮，皮上毒素最集中，必须削干净。第二步，草木灰水浸泡，碱水能中和生效性毒素，泡足1个时辰。第三步，反复焯水，每焯一遍就把溶出来的毒素倒掉，焯到水清为止。真的不麻手了，生的摸起来手会发痒，现在一点事都没有。毒素已经全部中和了。大牛，灶生火。柳氏，你来调味，花椒、八角、粗盐、辣椒，有酱油更好。魔芋片切成细丝，入锅卤制。尝尝。好吃，娘，这个真的好吃，辣辣的，咬起来弹弹的，比肉还有嚼劲儿。好吃，真的好吃，一点也不像有毒的东西。这要是拿到集市上卖，肯定有人买。谁能想到满山没人要的毒芋头，加工完了这么好吃？明天先少量做一批，拿到村口试试，好卖了再加大产量。记住了，生魔芋绝对不能碰，必须经过草木灰浸泡和反复焯水才能吃。卖的时候也要把这话传清楚。这是啥？看着像肉，闻着也香，但又不太像肉。魔芋丝，自家做的，尝尝不要钱。好吃，这什么做的？怎么咬着弹弹的，比肉还有嚼劲儿？香，辣辣的，还管不？多少钱1斤？ 3文钱1碗，先到先得，今天只带了20碗。
了，真没了。今天头回做，不敢多做。明天我去城里摆摊，加量。各位请早。苏大娘，这东西是用啥做的？我看山上没有这东西啊。后山的野生魔芋，这东西生吃有毒，必须去皮，用草木灰水浸泡，反复焯水3遍以上才能去毒。处理不好会出人命。你要是想试试，来找我，我教你怎么加工。哦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生吃有毒，得泡草木灰，必须泡足1个时辰，焯水3遍，一步不能少。明白，多谢苏大娘。娘，那人刚才听的时候眼睛一直转，我感觉他没听进去。话我说到了，听不听是他的事。沈清燕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爹、我娘、我媳妇儿全被你害死了！我今天要你偿命！把锄头放下。都是吃了你那什么魔芋，我爸吐了一地的血，我妈舌头肿得堵住了嗓子眼儿，我媳妇儿连人都不认得了，你还我全家命来！怎么回事？苏家又惹祸了。白天他在村口卖那什么魔芋丝，说后山毒芋头能加工了吃，这人怕是吃了他卖的东西中毒了。你是吃了我卖的魔芋丝，还是自己挖了生魔芋？我白天听你说能吃，就自己上山挖了，回来直接煮了就吃了。你管我怎么吃的，反正就是你的东西害的。你省掉了草木灰浸泡，也没有反复焯水，吃了生魔芋，怪谁？我不知道省一步就会中毒。苏大娘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爹娘，救救我媳妇儿，我给你磕头了。把灶房备好的甘草米醋汤药端出来，快！我就说这东西有毒，你们非要信它。现在出事了吧？闹出人命了吧？沈清燕以前偷鸡摸狗，现在升级了，直接卖毒物害人。分量不够了，再去灶房抓一把甘草，多倒半瓶米醋，快！命保住了，天亮了叫你家里人继续喝药，连喝3天，清余毒。这条命是白捡回来的，没有下回。记住了，我记住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后山满山的魔芋，我告诉你们，只要按我的方法加工，它就是粮食。谁要再敢私挖生鱼不加工就吃，出了事别再来拍我家的门。我话说到这儿，各位都听清楚了吗？原来是自己生吃中毒的，不是人家卖的魔芋丝有问题。我就说，白天我自己也买了1碗吃了，到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要是真有毒，我早倒了。明天开始扩大规模，以后长期做魔芋小吃，进城摆摊。现在都睡觉，明天有的忙。别挤，别挤！我天没亮就来排了，上回没买着，我家那小子念叨了3天。姑娘，给我留1碗，我家孙子就馋这口。素肉，生意这么火爆，去排队买1碗来尝尝。是。掌柜的，你这素肉是什么做的？我在京城都没吃过这种口感。魔芋，山上野生野长的东西，加工之后就是这口感。公子喜欢？今天带了多少？我全要了。府上人多，带回去给大家都尝尝。不用找了，明天还来吗？天天都在，还是这个摊。对了，我姓陆，叫我陆公子就行。明天给我留20碗，府上人多，少了不够分。娘，今天那位陆公子一口气买了10几碗，还多给了银子。他说以后天天来，让咱每天给他留20碗。是个大主顾，明天多备货。二牛，你明天开始专门负责煮魔芋，柳氏切丝，小花跟我出摊，大牛留在家里，带小牛继续管那片魔芋地的采摘和粗加工。知道了，娘。后山那片魔芋长得旺，昨天又清出了一大片，够咱用一阵子的。陆公子，还有事？苏大娘，你这素肉我太奶奶很喜欢，说又香又辣，是这些年吃过最对胃口的东西。可她就尝了2口，不敢再吃了。怎么，吃着不舒服？不是吃食的问题，太奶奶今年70有6，常年卧榻，
身上起了褥疮，溃烂不止，疼得整夜睡不着。太医说辛辣之物会加重疮毒，不让碰。褥疮到这个程度，光忌口没用，疮面不处理干净，毒素往里渗，人只会越来越虚，吃什么都补不进去。太医换了好几坡，方子开了无数，药膏涂了几个月，该烂还是烂。太医院那边已经没人敢接手了，说再治不好就是他们的罪过了。褥疮不是绝症，关键是得把腐肉清掉，用对草药外敷，疮面控制住了，人才能慢慢恢复。苏大娘，你懂医术？我娘可厉害了，之前在城郊有个人吃生魔芋中毒，郎中说没救了，我娘硬是把他救回来了。苏大娘，陆某有个不情之请，可否请您入府看看太奶奶？不管治不治得好，枕金照付，陆某感激不尽。好，我跟你走一趟。小花，明天跟我一起去，给我打下手。好。娘，这院子好大，你看那屋檐下面雕的花跟真的一样。能在城里闹中取进独门独院，门口加钉腰杆比衙役还值，不是普通大户。鎏金烛台，朱红玉印，宫女伺候，能住这个规格的别院，多半是皇室的子侄。环儿，你又带了什么人来？太医都换了好几坡了，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。太奶奶，这位是苏大娘，之前跟您提过的，做素肉的那位，她也懂草药医术，让她给您看看，好不好？公子，之前的药膏方子给我看看。方子没错，但用的药太温和了。褥疮到这个地步，只用养血生肌的温吞药不行，必须先把腐肉清理干净，用去腐清热的外敷药把疮面控制住，再谈愈合。你倒是敢说！太医们在我床前站了1个月，没人敢碰我的伤口，都说怕我疼。你一来就说要清腐肉，你不怕担责？怕担责就别治病，疮面不处理干净，涂再多药膏都是白涂。环儿，你从哪儿找来的这位？比太医院那些人加起来还有意思。小花，你去外面后山，按照我教你的采些草药。好的，娘。杀菌消炎草药包1份，30积分，兑换成功。用沸水煮刀倒是头一回见。太医观用了几十年的药膏，也没见谁搞这些花样。太医院用了药膏，疮面好了吗？没好的话先闭嘴。都出去，留苏大娘和鹿儿在这儿就行。你们太医院的人挨家看了1个月，看够了。你胆子是真不小，连太医都敢当面顶撞。我说的是事实。太奶奶若是想治，就按我的法子来。腐肉必须清，疼是肯定的，您扛不扛得住？一大把年纪了，疼算什么？动手吧。这是车前草，这是蒲公英。娘说褥疮后期要用消炎生疖的草药。陆公子，我来给娘采些车前草和蒲公英。她说明天换药要多备些。正好，我在那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我想着来后山也采一些。这是蒲公英对不对？这个不是蒲公英，是苦梨菜。蒲公英的叶子更窄，边缘的锯齿是往下的。你看这个叶子宽，锯齿往上翘，是苦梨菜。苦梨菜也能消炎，但不如蒲公英好。果然不一样，我又学了一样。跟你采药比，我自己瞎琢磨强多了。公子是读书人，认字记账做大事的，认草药做什么？谁说读书人不能认草药？多学一门手艺总没坏处。再说，采药比读书有意思多了。小心！他刚才扶我的时候，手心是热的，我心跳怎么这么快？他刚才教我认药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，一点都不怯场，跟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大家闺秀完全不同。公子，我采够了，得回去帮娘捣药了。我跟你一起回去。明天你还来采药吗？来，
娘说这几天每天都要换药。那我明天这个时辰再来帮你。疼是疼，但跟之前那种闷在肉里烂着疼不一样。你这药敷上去凉凉的，像是把火气往外拔。清完腐肉，药才能渗进去。从今天起每天换一次药，3日之内创面消肿，7日去腐生肌。辛辣不能碰，发物不能碰。等创面收了，您想吃什么素肉，我再给您做不辣的。太奶奶，您脸色好多了。你来得正好，鹿儿，这位苏大娘比你的太医院强出不知多少。太奶奶的病拖了2年，太医院束手无策，你一来就见了效，多谢。公子这份孝心难得，不过我不是白治的。等太后娘娘好了，我要的东西，公子可别忘了。你要什么？现在就跟我说。不急，等7天后创面收了再谈不迟。怎么样，还疼吗？不碰就不疼了，痒，跟蚂蚁爬似的。痒是不是在长肉？是，长新肉才会痒。再过4天，创面全部结痂，您就能做起来了。3天，真的消肿了？这方子从没见过，他用的那几味药，我回去翻遍了药典，有几样根本查不出来是什么。这妇人到底什么来头？不管什么来头，她把太后治好了，咱俩的面子算是丢尽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医术我是真服气。怎么，不说是山野偏方了？太奶奶，今天的素肉到了。苏大娘说您现在不能吃辣，这是单给您做的，只放了盐和麻油，不辣。香，我就好这一口。这是卤汁调过的，不辣也香。等您创面全好了，想吃辣的再给您做。躺了2年，吃什么都没滋味。你这素肉一入口，我竟然觉得饿了。谢谢。太阳这么大，你也不找个阴凉地方？娘说下午还得给老太太换一次药，我趁午歇多挖一些。你怎么也来了？你今天不用回府里办事？今天是休沐日，不用上差。在别院待着也是看书，不如来后山走走。正好遇见你，就省得我一个人瞎逛。你上次帮我采的车前草都用上了，娘说那是治外伤的好药，让多备些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我跟你采药学了不少东西。以前走在这山里，草就是草，树就是树，现在走几步就能认出几样药材来，觉得自己没那么笨了。公子是读书人，怎么会笨？读书人在山里就是个睁眼瞎，你才是我的先生。好了，创面全部愈合，腐肉清干净了，新肉也长牢了。从今天起不用再敷药，疤痕会慢慢消退。真的好了？真的好了，我扶您坐起来。2年了，我这把老骨头，以为这辈子都要躺在这张床上烂死。我这条命是你从鬼门关上捡回来的，你想要什么，只管开口。民妇沈清言，叩见太后娘娘，叩见太子殿下。你何时知道的？鎏金竹架刻着内务府的印，宫女走路步子间距一模一样，不是大户人家能训出来的。殿下每日来探望，每次进门都在门外停3步，那是从小在宫里长大的人才有的习惯。好，演了7天，原来你早就看穿了。起来，不用跪了。苏大娘，你第1天就看穿了，还装不知道装了7天。我只是个治病的，病好了该说的自然要说了。太后娘娘、太子殿下，刚才您问我要什么封赏，我现在可以开口了。民妇不要金银，不要封赏，只求2件事：第一，减免本村3年赋税；第二，拨一批抗旱粮种下来。荒年百姓食不果腹，我希望村民都能活下去。环儿，你听见了吗？宫里那些人跪在地上求哀家赏这个赏那个，从来没人求过哀家给百姓减赋税。他开口第1件事是要让全村人活下去。孙儿听见了。传我的话，免沈清燕所在村落3年种200担，由户部抗旱直接调拨，任何人不得克扣。谢太后恩典。今天换了新裙子，好看，这颜色衬你。是太后娘娘赏的布，娘非要我今天就穿。苏大娘的眼光不错。对了，上次你说的地狱，我回去翻了翻书，书上画的那个跟你在山坡上指给我看的好像不太一样，你改天再带我去认一次。殿下，你以后不用来帮我采药了。怎么忽然说这个？你是太子，
要处理朝政大事，每天跑来帮我拔草，算怎么回事？传出去别人会笑你的。再说老太太的病已经好了，我和娘过几天就回村了，你也不能总往山里跑。小花，你在躲我？从前几天开始你就在躲我。我给你送草药书，你说不识字看不懂。我约你出来采药，你说要帮苏大娘捣药，没空。我没有躲殿下，殿下以后会娶的是名门闺秀，我一个乡下丫头，跟殿下走得近了，对殿下名声不好。谁跟你说这些的？是你自己想的，还是别人在背后嚼舌根？没有人嚼舌根，是我自己想明白的。殿下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以后不必再见了。苏大娘，你快看看，怎么忽然痒起来了？之前不是已经好了吗？这药膏被人动过，我配的药里没有这味黑色药材。小花，把昨天剩下的药渣拿来。马钱子叶，谁放的？皇上驾到！母后，朕听说您的病大好了，特意赶来看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皇帝来得正好，有人在哀家的药膏里动了手脚，下了马钱子叶。马钱子叶，谁这么大的胆子？来人，把昨天碰过药膏的人全部带上来。你是何人？民妇沈清燕。太后的褥疮是民妇治好的。朕来的路上听皇儿说了，你治好了太后，朕该赏你。但究竟是谁动了这药膏？陛下，民妇有个简单的法子，马钱子叶有特殊气味，手上沾过的人用醋一洗就会发黑，请陛下让在场碰过药膏的人全部用醋洗手，谁的手发黑就是谁放的。张太医，你的手怎么了？陛下饶命！是臣一时糊涂，见不得一个乡下妇人抢了太医院的风头。臣只是想让太后的犯处轻微不适，然后嫁祸给沈清燕，让她知难而退。太后凤体，你也敢下毒？来人，将张太医押入大牢，交由刑部严审。传旨：沈清妍医术高明，救驾有功，赏黄金100两，良田20亩。谢陛下恩典，民妇不要黄金良田，只求减免本村3年赋税，拨抗旱2种。环儿，你跟朕提过的那个请求就是他？是，太奶奶已经准了，只差父皇点头。准。传旨，免沈清妍所在村落3年赋税，拨抗旱2种200担，由户部调拨。沈清妍，朕再额外赐你1块匾额，悬壶济世。苏大娘，哀家今天叫你来，不是看病，是想跟你唠唠家常。你家几个孩子？3个儿子，1个女儿。大牛成了亲，儿媳也很好，小花和小牛还小。听说小花她爹走得早，你一个人拉扯这一大家子不容易。如今苏家怎么样？如今家里有粮有田，孩子们都有活干。大牛管账，负责地里的事儿；二牛、小牛负责采魔芋和粗加工；柳氏负责调味卤制；小花跟我出摊，日子比从前好过多了。家风端正，踏实勤恳，你教出来的孩子，哀家看着都不错。尤其是小花，心思纯良，做事细心，在宫里也难得见到这样的姑娘。太后娘娘，您叫我来，不只是问家事吧？你倒是直爽，那哀家也不绕弯子了。准儿那孩子最近魂不守舍的，哀家问他，他不说，但哀家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什么都看得出来。苏大娘，小花对环儿是什么心思？小花跟我说了，她主动疏远了太子殿下。疏远了？小花觉得自己是乡下丫头，配不上太子。论人品，她不比任何人差，但也请太后体谅，农户与皇室门第悬殊确实太大。小花这姑娘，哀家观察了好些日子，确实是个难得的实诚人。哀家不介意门第，但哀家也不勉强。你跟小花说，让她别妄自菲薄，缘分的事随缘就好。太后今天找我说话了，她问我苏家的情况，问了你跟太子的事。我跟她说了，门第悬殊太大，咱家不敢高攀。娘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但太后有句话让我转告你，让你别妄自菲薄。太后不介意门第，但你娘介意。介意的是你将来进了宫，被那些名门闺秀戳脊梁骨，你受不住。我不怕被戳脊梁骨，我怕的是他将来后悔。他是太子，
以后会有3宫6院，我算什么？是娘不替你做主，你自己想清楚。娘只跟你说一句，如果有一天你决定了，不管往左还是往右，娘都在你后面。苏大娘，哀家这条命是你给的，以后常来宫里看哀家，哀家给你留门。太后保重身体，少吃辛辣。疮面虽然好了，饮食还是要清淡。小花姑娘，哀家很喜欢你，以后有什么事托人递话进来。谢太后恩典，太后保重。这扇子给你，上面我写了几个字，回头你娘教你认。后山那块地有底还在，你什么时候想来采药，随时来。殿下以后别等我了。我不是等你，我是每天去后山看书，正好能碰见你。碰不上就当散步了。路上小心，到了村里给我报个平安。怎么报平安？我又不会写字。你不用写，你平安到了，我自然知道。我的天，苏家这是发了什么财？又是粮食又是布，还有块匾，谁知道又是偷的还是抢的？他沈清燕什么德行，村里谁不知道？玉匾，是皇上亲笔题的匾。真的是玉匾，我这辈子头一回见玉匾。以前的事不说了，明天开始，太后赏的抗旱2种，全村按户分发，不要钱。谁想要，明天早上来我院门口领。给全村发2种，他哪有这么好心？不定憋着什么坏呢？就是，现在攀上皇室了，更不好惹了。不好惹也得惹，他要是在村里站稳了脚跟，咱们几家以前干的事儿迟早被他翻出来。这是抗旱的种，明年地里就有收成了。苏大娘，你是咱全村的恩人。种子是太后赏的，要谢就谢太后，拿回去好好种，别糟蹋了。免费发种子，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儿？不定是拿太后的东西收买人心，谁知道他背后跟皇室做了什么交易？说不定是在宫里给太后当狗才换来的。哼，就是，以前偷鸡摸狗赌钱的恶婆娘，忽然就变好人了，谁信啊？她越是这样，越说明有问题，大家可别被她骗了。你说够了吗？去年你偷我家晒的药材拿去卖，我没找你算账。你们还没领种子吧？你家的1颗没有。大牛，记下，这3家不领种子，其他人接着发。原来去年苏家药材被偷是张婶干的，这3家真是坏透了。蝗虫，蝗虫来了！老天爷呀，好不容易长的青苗全没了，这是要绝我们的命啊！没粮了，全没粮了，孩子吃什么？我们吃什么？大牛，去敲锣，通知全村到村口集合，快！都别哭了。地里的青苗是没了，但人还没死。蝗虫是害虫，但换个法子，它就是粮食。苏大娘，你说什么胡话？蝗虫是粮食？蝗虫晒干了能存半年，油炸了比肉还香。现在地里没了庄稼，但后山魔芋还在，蝗虫还能抓，饿不死人，就看你们肯不肯干。大家别听他的，蝗虫是老天爷降的灾，冲撞了神明，要遭报应的。谁抓蝗虫，谁就是跟老天爷作对。明年连这点青苗都没了。就是，他说抓蝗虫就抓蝗虫，蝗虫吃庄稼是天意，人怎么能跟天意对着干？谁抓蝗虫，谁就是全村的罪人。蝗虫是神明降灾，不能抓。3天后你家断粮了，你是准备啃树皮，还是去偷别人的粮？大牛二牛，回家拿网豆。愿意跟我抓蝗虫的，跟我走；不愿意的，回家守着你们的神明，等着饿死。
香，比猪肉不差，都尝尝。好吃，脆脆的，像炸小鱼。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上肉味儿，是蝗虫给的。吃的问题暂时解决了，但光靠抓蝗虫不够，想要粮食丰收，我们还要开水渠。苏大娘，挖井可不是小工程，咱村以前也挖过井，挖了3丈深都不见水。再说现在大旱，地下水位降得厉害，万一挖不出水来，不是白费力气？是啊，我家男人饿得腿都软了，哪有力气挖井？苏大娘，你说的道理我们都懂，可挖井少说要个把月，还要往深里挖，万一挖不出水来，全村白干一场，到时候连抓蝗虫的力气都没了。水渠，我不是瞎猜。后山山脚那片魔芋地，大旱这么久，魔芋还能长得旺，说明地下一定有水脉。在魔芋地旁边往下挖，只要挖对地方，一定能出水。那我问你们，不挖井，你们还有别的法子吗？等天上下雨？今天不挖这口井，明年这个时候照样颗粒无收。谁想明年地里能长出粮食的，明早带上锄头铁锹，跟我上山。地质扫描已启动，检测到地下4丈3尺处存在活跃泄会水苗，水量充沛，可满足长期灌溉需求。建议开挖地点已标记。从这儿往下挖4丈左右，下面有水，几个人一组，轮流挖，累了换人。大牛，你带第一组先下。苏大娘，你怎么知道这底下一定有水？万一挖了3丈还不见水，咱不是白干了？魔芋喜湿怕旱，大旱3年，这坡上的野生魔芋还长得旺，说明地下有水脉养着，挖下去错不了。就凭魔芋长得旺就能断定有水，这也太悬了。苏大娘，3丈了还是干的，再挖下去，兄弟们真撑不住了。你确定这底下有水？继续挖，我说4丈就是4丈。出水了，真的出水了！娘，出水了！是活水，水是往外涌的，不是渗的。真挖出水了！大旱3年，咱村挖出水了。苏大娘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神了！先把水打上来，大家喝一顿，然后砌井壁，装露露。这口井以后就是全村的保命水。趁没人赶紧填。沈清燕不是不让咱用水渠吗？干脆谁都别用。来都来了，他家院子里晒着蝗虫干和魔芋干，一把火烧了，看他明天拿什么分给那帮跟屁虫。谁干的？昨天才出水的井，谁下得了这个手？好不容易挖出水的井啊！我家孩子昨天喝上第1口干净水，高兴的直跳。哪个天杀的干这种缺德事儿？娘，不好了，咱家院子里晒的蝗虫干和魔芋干全被烧了。昨晚有人放火。大哥二哥垒的那个晾晒架也塌了，粮食全没了。大牛，把井口被毁的地方守好。小牛，把晾晒场的火场封住，别让人踩乱脚印。兑换空间回溯。昨晚这片区域的影像往前倒6个时辰。空间回溯技能已激活，扣酬积分80，正在加载目标区域昨夜影像。我知道了，是张婶、李婶、秦婶他们干的。
我昨晚起夜，确实看见3个人影扛着铁锹往这边跑。当时天太黑，没看清脸，原来就是他们3个。各位都听见了，也看见了，井是全村的命，粮食是全村的命。谁敢回井烧粮，就是跟全村人过不去。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沈清言，你凭什么闯我家门抓人？你当你是谁？你是官还是吏？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告到县衙去！凭什么？就凭你昨晚填了村的井，烧了我家几百斤蝗虫干和魔芋干，你自己说，水井是不是你填的？火是不是你放的？你别血口喷人！谁看到我填井了？谁看到我放火了？你说是就是，你有证据吗？拿不出证据，你就是诬陷。你要证据？好，昨晚有人看见你们3个扛着铁锹往井口跑，铁锹还在你家后院扔着，火烧过的竹席残片上有脚印，跟你家秦婶昨天穿的那双鞋底纹路一模一样。我昨晚亲眼看见3个人影扛着铁锹往井边跑，其中一个跑丢了一只鞋的时候，月光照在他脸上，就是秦婶儿。我老汉敢拿这条老命担保。铁锹在他家后院找着了，上面还有湿泥，跟井口的泥一个颜色，人赃俱获，还想抵赖？偷我家药材的是你，全村散播谣言说我卖魔芋毒死人的是你，填水井断全村生路的是你，放火烧粮的是你。这几件事，今天一并算。张氏，你方才已亲口承认，偷药材有你，毁水井有你，纵火烧粮也有你，再加上之前屡次散布谣言，扰乱乡里，罪证堆积如山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民妇知罪，求大人开恩。大人，都是张婶出的主意，是她撺掇我们干的。她说沈清燕抢了我们的风头，要给她点颜色。对，放火是她逼我去的，我不去她就要到我家门口骂我。大人明鉴，我们都是被她逼的。你们这2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平时跟着我一起商量怎么整沈清贤，现在到了公堂就把屎盆子全扣我头上。够了！3人同谋，罪责均摊。本官判决如下：张氏为主谋，数罪并罚，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返乡；李氏、秦氏为从犯，各杖20，流放1000里。3家剩余家产充公，分发给受灾村民。3年了，这3家祸害了咱村3年，今天总算遭报应了。从今往后，村里不会再有偷药材、毁水井、烧粮食的事。水井重新修，晾晒场重新搭，明早继续来上工。井修好了，菜地浇上了，药材田也保住了一大半。娘，咱家晒的蝗虫干被烧了，但这2天又抓了个不少新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？接下来不做小摊贩了，开作坊。从今天起，苏家魔芋作坊正式开工，做的是魔芋卤丝和蝗虫干货。每天天亮上工，天黑收工，按例付工钱，每人每天3斤粮食加10个铜板，做得好的月底加赏。苏大娘，我家男人病了大半年，全靠我挖野菜养活3个孩子，你肯让我来做工，就是救了我全家的命，我不要工钱，管顿饭就行。干活就有工钱，谁都不白干。柳氏，你负责教他们魔芋卤丝的调味配方；大牛，你管账和发货；小花，你负责蝗虫干货的晾晒和包装；小牛，你负责给各家送货；二牛，你管后山魔芋采摘和粗加工。好，明白。好，我一定认真干。所有人各司其职，开始干活。我活了半辈子，头一回领工钱，回家我男人都不敢信，说沈清燕怎么变了个活菩萨。娘，这个月魔芋卤丝卖了2300碗，蝗虫干货卖了400袋，刨去工钱和材料钱，净赚38两银子。咱家现在不光不欠债，还有余钱了。娘，我在作坊里听见来拉货的贩子说，城里街边有些铺子专门卖糖水引子，一碗甜水加点碎冰，大夏天能卖到20文钱一碗。你说引子铺？对，咱家现在有银子有门路，光靠一个摊子卖魔芋丝太可惜了，能不能再开一个铺子，做点不一样的？珍珠奶茶，
末日里一碗热腾腾的珍珠奶茶能让一群幸存者打起来。到了这儿，奶和茶是现成的，木薯粉搓珍珠没人见过。木薯粉持5袋，红茶持10包，牛乳浓缩块持15块，黑糖浆持5罐。兑换成功，扣服积分55。引子铺可以开，但不是卖普通糖水，卖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？那是什么？用红茶和牛乳做底，加上黑糖调味。最关键的，里面放一种黑亮弹牙的小圆子，叫珍珠，用木薯粉搓的，嚼起来有弹性。大牛，明天进城找铺面。柳氏，奶茶的配方我教你。小花，铺子的招待和收钱归你管。我也能去铺子里帮忙？能。以后这铺子你就是掌柜，你哥管作坊，你管铺子。咱苏家以后不止种地，还要在城里有一间独一无二的引子铺。小牛，送货还是你的。珍珠奶茶天热卖冰的，天冷卖热的，1天3趟，工钱翻倍。好，我跑得快。娘，这个是什么？黑乎乎的，闻着又甜又香。珍珠，不是河里那种珍珠，是吃的珍珠。瞧着。尝尝，吸的时候用力点，珍珠会从管子里吸上来。弹的，咬起来弹弹的，甜甜的，还有茶味儿。这珍珠嚼着真有意思，软糯弹牙，茶底配牛乳，解腻又提神，比单纯的甜水味道更丰富。小花，你觉得呢？好喝，我喜欢珍珠，嚼着好玩又管饱。我觉得不光小孩爱喝，那些城里的夫人小姐肯定也喜欢。那就定了，明天先做一锅，配杂粮点心和魔芋丝，在村口试卖，测测路人的反应。受欢迎的话，进城租铺面，开一家珍珠奶茶铺子。娘，我要喝甜的，里面有花花。我这把年纪了，头一回喝到这么滑溜的东西，配着烙饼正好，解渴又顶饱。娘，奶露卖的比魔芋丝还快，我觉得可以开铺子了。明天咱们就进城找铺面。请。这铺面原来是卖布匹的，掌柜回老家了，空了大半年，上下2层，1楼摆桌待客，2楼可以住人或者当库房，年租40两银子，押1付3。大娘，这地段不愁生意会差。娘，这铺子好大，比咱家院子还大，1年40两，太贵了吧？40两，作坊1个月净赚38两，1年租金1个月就赚回来了。40两，先签1年，今天交押金，3天后交全年租金，到时候签契。好嘞，大娘您真是爽快人，我这就回去准备契书，3天后在这儿等您。1楼左边摆摸鱼丝和杂粮点心的柜台，右边摆奶茶的灶台，中间这几张桌子留给堂食的客人。2楼靠窗放2张小桌，给女客坐着慢慢喝饮料，招牌就叫苏家小食铺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，简单好记。行，就这4个字。娘，碗都洗干净了，一共40个，够不够？够了。第1天开支不用备太多，先试1天的量，不够再补。卤料我都按比例配好了，明天凌晨起来卤魔芋。珍珠的配方我也记熟了，木薯粉的水温、煮制时辰都错不了。娘，你看这个价目表行吗？我照着你说的写的。行，就这么定，贴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。娘，后厨的储物间我收拾好了，干货和原料都能放，要不要再雇2个伙计？光靠咱们几个怕忙不过来。先开张试3天，看客流情况再定。真忙不过来，就招2个手脚干净的贫苦人家姑娘，管饭还开工钱，也算是帮衬乡民。掌柜的，请问啥时候开张啊？我路过闻着香味儿了。大娘，我们后天开张，到时候您来，头1晚给您算半价。
这比我家厨子做的杏仁针还顺滑。还有这个小黑丸子，甜而不腻。掌柜的，再来2碗，我带回去给府上老太太尝尝。这小食不错，香辣弹牙，配一碗奶露正好解辣。以后下学就来这儿，比去茶楼便宜还管饱。娘，这个炸虫子脆脆的，比花生还好吃。掌柜的，你们这儿还招人吗？我在家闲着，能洗碗能扫地，管顿饭就行。会算账吗？会一点，以前在娘家帮爹记过豆腐房的账。2楼缺个帮手，招呼女客收碗擦桌子。柳氏，带她去换身围裙，今天先试用。娘，今天才开张，咱已经雇了3个了，再加1个就是第4个了，能撑住吗？你数数外面排了多少人，雇。只要好好干活，多少人都雇得起。苏家小食铺是吧？我婆娘昨天在你们这儿吃了1碗魔芋丝，回去上吐下泻1整碗。你们这吃食有问题，大家都别买了，小心吃死人！你说你婆娘吃了我们的魔芋丝上吐下泻，碗呢？昨天什么时候来吃的？坐哪张桌子？谁招待的？我管他坐哪张桌子，反正就是你们家的东西吃坏的。你这婆娘别想抵赖。柳氏，去后府把昨天刘亮的那碗魔芋丝端出来。每天每批出锅的吃食，我家都留量封存，当天留量，第2天才销毁。这碗就是昨天留的，我当着各位的面吃了，你们看着我倒不倒？我不跟你废话，反正以后不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我家魔芋丝配方里从来没用过这种叶子。你往碗里加了东西，然后摔碗嫁祸，做伪证栽赃商家，按律可以杖责。大牛，报官！我刚才差点被他骗了。苏掌柜的自己当众吃了留样，比什么证明都有利。这家店我以后更放心来了。把刚才的事儿写个告示贴在门口，本店每日留量封存，次日公开销毁，欢迎随时查验。别人越抹黑，咱越要透明。耐旱蔬菜种子包乘3，果树苗乘5，香草种子包乘2，兑换成功，扣除积分60。娘，这些种子从哪儿来的？我种了这么多年地，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包装。别管从哪儿来的，耐旱种子比普通种子少浇1半水就能活，长出来的菜更脆更甜。以后铺子里用的果蔬香草全部从自家菜园供，成本降1半，品质还比外头买的好。对，咱铺子从原料到成品全是自己的，谁也卡不了咱的脖子。二牛，菜园以后归你管，选2个会种地的村民长期做工，工钱跟作坊一样。放心吧，娘，这片地我熟，保准把菜种好。娘，是毒坊的人，来者不善。看到了，你退后。沈清言，好久不见，听说你在城里开了家铺子，生意不错呀。珍珠奶茶，用我家赌坊的银子开的吧？你家赌坊的银子？我记得你赌坊欠我的旧债一把火烧了，我赢的2枚元宝是凭本事赢的，跟你有半个铜板的关系。凭本事？谁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法让和盛的赛子消失？今天我不跟你翻旧账，翻新账。你用我的元宝在城里开了这么大的铺子，日进斗金，这笔账是不是该分我一份？你想怎么分？简单，这家铺子3成干股归我，以后赌馆的兄弟来喝茶免单。你答应了，旧账一笔勾销；你要是不答应，
我这2个护卫可不是皇室退役战士。你们别乱来，这是有王法的地方。王法？我就是王法。可是王法不管用啊！你说我要是将你藏在后院地窖里的私银，孝敬知县的账本……闭嘴！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3成干骨，你今天来不是来分骨的，是来给我送把柄的。现在把柄我有了，你想要回你的账本和地契，就拿你的赌官3成干骨来换。苏大娘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以后赌广的弟兄，但凡路过这条街，都给您铺子当免费护卫，谁来找事儿，我们替您摆平。干骨的事儿，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。不想要干骨了？不敢不敢。苏大娘您忙，我们先告辞了。站住！太子殿下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孤今日微服巡查城中商户，走到街头就听见有人在大喊：“我就是王法。”孤倒要问问，你是什么王法？比大晋律法还大？都起来，孤今日微服，不必行礼。苏大娘，这位是？回殿下，这位是城中赌坊的掌柜。当初民妇在赌坊赎回儿媳的陪嫁镯子，与他们结了梁子。今日他带着护卫上门，要分3成干骨，还说他的护卫不是寻常人，让民妇识相点。不是寻常人，有多不寻常？亮出来让姑看看。好像还藏有后院地窖私银，孝敬知县的账本。民妇只是随口炸了一句，他倒慌了。私银，孝敬知县，好。姑今日微服倒撞上了一桩行贿受贿的案子。来人，把这个掌柜和周管家押回府衙。传姑的话，让知府亲自审。赌坊即刻查封，账本全部查抄，知县停职候审。殿下饶命！殿下，这是铺子里新出的珍珠奶茶，您尝尝。这珍珠弹牙，奶茶醇厚，比宫里的杏仁露更有趣。苏大娘，你这珍珠奶茶能不能作为宫廷御用甜品？每月定期往宫里送一批，按市价结算，不白拿你的。殿下开了金口，民妇当然愿意。每月初1、15送2批进宫，保质保量。不过珍珠得现煮才弹牙，送到宫里怕是凉了。不妨，姑让御膳房派人来学，学会了在宫里现做。这手艺是你苏家独有的，以后宫里每一碗珍珠奶茶都挂着苏记的名头。真的？咱家的奶茶能进皇宫？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小花，我之前跟你说回宫请旨的事，我没忘。太奶奶点了头，父皇也准了，不是侧妃，不是妾，是太子妃。我今天来就是正式跟你娘提亲。殿下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我不识字，不会弹琴，不懂宫里规矩。你娶了我以后，你身边的太傅大臣，他们都会笑话你。我帮不了你什么，我只会认草药、做奶茶、算小账。我不需要你能帮我什么，我就是心悦你，喜欢你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欺负你。可是什么？可是我怕，我不是怕宫里那些规矩，我怕的是将来有一天你发现我跟那些名门闺秀比起来，真的差得太远了。到时候你后悔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自小和宫里的皇宫贵族一同长大，你说的这些，只是因为我们从小有太傅督促我们学。可是真正喜欢一个人是抛出一切。我看到你的心灵，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。我哪里有那么好？你就有这么好。如果你想学识字、琴棋书画，日后我教你，同你教我识草药一般。这是谁写的？是我弟弟小牛写的。每天进货单、出货单、菜单、告示都是他抄，
这小子上过2年村学，后来家里实在供不起，就没再读了。字是他自己扒着旧书学的。2年村学，自己练，能写出这笔字。回殿下，小时候家里穷，买不起纸笔，我就拿炭条在地上写，写了擦了。后来娘开了铺子，有多余的纸了，我就每天抄菜单练字，写的不好，让殿下见笑了。这哪是不好？府学里有些读了好几年的生员，字还不如你工整。你今年多大？18岁，还来得及。想不想继续读书，参加科考？我可以吗？我们家是农户，我爹走得早，家里以前连饭都吃不上，我只上过2年村学，4书5经都没读完。可以，姑给你写一封推荐信，你拿着信去府皇报到，从童生试开始考，学费由姑出，你只管好好读书。你愿意吗？看我干什么？太子问你话，你自己答。我想读书，殿下，我想读书。我小时候趴在村学窗户外面听先生讲课，被人赶了好多次都不走。后来村学关了，我一直想有一天能堂堂正正坐到学堂里去。行，去拿纸笔来。信收好，明天就去报到。姑在京城等你考上来。跪什么？好好读书，将来考中了再谢我。我一定好好读，我不睡觉也要读。谢谢殿下，谢谢娘，谢谢姐，我明天就去。太子亲笔写的推荐信。咱苏家祖祖辈辈种地，到了小牛这一辈儿，终于有人能进府学了。以前我趴在村学窗户外面听先生讲课，被人赶走的时候，我心想这辈子都不可能坐到学堂里了。二哥，我明天就背着干粮去府学，铺子里送货的活儿你帮我先顶着，等我休午回来补。你安心读书，送货的事儿不用操心，我自己送。小牛，这是我和你大哥攒的一点私房钱，不多，够你在府学里买纸笔和灯油。府学里别省着，该花的就花，不够了托人带信，我让你哥再送。大嫂，这钱是你和大哥攒了好久的，我不能拿。拿着，你考上了，咱家就改门楣了，这几两碎银子算什么？书包里面的笔和墨是新买的，别拿炭条写了，府学的先生不吃这套。娘，我以前做梦都想有个书包，做梦都想能坐进学堂里，现在全有了。哭什么？你是苏家第一个进府学的人，考不上不丢人，丢人的是连考场都不敢进。明天早点起，让你大哥赶牛车送你。别哭了，再哭眼睛肿了，明天先生不收你。来年春天，桃花开的时候，我带着圣旨来提亲。在这之前，你把名字连好，下次我再来，你写给我看。知道了，你说了好几遍了，路上小心。你说的话我记着，我说的话你也得记着。你娘教你的那句“你不比任何人差”，别忘了。不忘，你自己也小心，路上别骑太快。小花，马车都没影了，进屋吧。我去洗碗。苏小花，不对，花字的钩要往上挑。练多久了？从铺子回来到现在，娘，你看这个花字是不是不对？我怎么写都写不好。你练了这么多天，比刚开始写的好多了。离来年春天还有半年，够你把3个字练得漂漂亮亮。他不嫌你字丑，你倒嫌自己字丑了。我没嫌他，我是嫌自己。
看他那本书都快烂成渣了，连本新书都买不起，还来府学读书。听说是太子写了推荐信塞进来的，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。一个乡下种地的，也配跟我们一起上课？苏小扭，你来解释这一句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思滥矣”。君子在穷困中仍能坚守本心，小人一旦穷困，就会胡作非为。夫子，学生在村里见过大旱3年仍互相接济的穷苦人，也见过趁荒年囤粮抬价的有钱人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，穷不穷不是关键，骨子里是什么人才是关键。坐下，背得不错，解得更好。下课后把这一章抄一遍交上来，字写工整些。苏小牛，你这本书是从垃圾堆里捡的吧？就这还敢在夫子面前装腔作势？就是，赵桓一封推荐信把你塞进来，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就你这样的，童生试第1关都过不了。我的书是旧的，但书里的字跟你们的字一模一样。童生试不看家境，看成绩。到时候考场上见。这人有2下子，夫子刚才夸他呢。人家是太子荐来的，能没2下子？你看他那字，比咱班1半人都写得好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后厨不让外人进。这是你画的？我就是觉得你家奶茶好喝，想自己回家试着做一碗给媳妇儿喝。老板娘行行好，别报官。自己喝用得着偷偷摸摸画工艺图？你是哪家铺子派来的？我真的是自己喝。这人我见过，是隔壁街新开的银子铺的伙计，他们也在卖珍珠奶茶，就是味道差了10万8千里，珍珠软趴趴的。偷配方，这方子你有本事偷，没本事做。木薯粉揉面的水温和时间你没记，黑糖浆的熬煮火候你没记。你拿半张方子回去，做出来的珍珠不是硬的像石头，就是烂的像泥。刘嫂子，坐下一起尝尝。这次来不只是喝茶，有件事要跟你们商量。宫里试做的珍珠奶茶已经能在御膳房稳定出品了，他想把珍珠奶茶列为中秋宴席的指定甜品。御宴，咱家奶茶要上御宴了。娘，你听见了吗？咱家奶茶要摆到皇宫的宴席上去了。听见了，柳氏，淡定些。不止，中秋宴上，太奶奶准备正式宣布赐婚的事，此事重大，所以苏大娘，您需要在场。您是小花最亲的人，也是我太奶奶的救命恩人，苏大娘，您愿意来吗？去，不光我去，我们全家都去。我也能去，我还没进过宫呢。娘，进宫要穿什么？要不要给太后带点咱家的魔芋丝？带。太后好那一口，你亲自卤，挑最好的装盒。进宫穿殿下送的那匹云锦，都不给小花丢人。多谢苏大娘。中秋之夜，姑派人来接你们。今日中秋御宴，哀家有2件事要宣布。第一，今年御宴的甜品是珍珠奶茶，出自城郊苏家小食铺。苏大娘是哀家的救命恩人，悬壶济世匾额的主人，哀家敬她一杯。第二件事，太子赵桓已到适婚之龄，哀家与皇帝商议，为太子择定太子妃。姑的太子妃是苏家小女苏小花，臣有异议。太子妃乃未来国母，理应出身名门，知书达理。苏家世代农耕，乡野农户。若立以农家女为太子妃，朝廷上下如何信服？列国使臣如何看我大晋？臣恳请太后、皇上三思。
张御史说完了，臣句句肺腑之言。好，第一，太后娘娘的褥疮，太医院治了2年毫无起色。你口中这位乡野农户家的苏大娘，7天之内让疮面愈合，太后坐起。这医术高低与门第无关。臣说的是第二，大旱3年，苏家村全村没有饿死一个人。苏大娘免费分发抗旱良种，带着村民打井挖出水，捕蝗充饥，做出蝗虫干货。她一个乡野农妇，做到了你这个御史都没做到的事。天机难测，从古至今，蝗虫泛滥已是。第三，苏家小食铺雇佣了20多名贫苦女子，让他们有工作有饭吃。悬壶济世的匾额是父皇亲笔所题，你质疑苏家的门第，是在质疑父皇的眼光。还有第4件事，你儿子在府学仗势欺人，把同窗推下台阶，摔伤了腿。一个知书达理的御史之子，欺负同窗以富压贫，这就是你说的名门风范。哀家只说一句，哀家这条命是苏家人救的，谁再敢拿门第说事，就是跟哀家过不去。张御史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臣无异议。既然无异议，那就定了。中秋之后，则即日下旨赐婚。这得花多少钱？大嫂，你们什么时候做的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情？你不知情的时候多着呢。从太子第1次来铺子那天，娘就让我们开始准备了。这珍珠是拆了家里那条旧珍珠项链，一颗一颗缝上去的。我跟你娘每天晚上等你睡了才敢拿出来缝，缝了大半个月。我是不是在做梦？2年前我还在山上挖野菜，那时候我以为自己会被卖给60岁的老光棍换赌债，现在穿着云锦嫁衣要嫁给太子了，不是做梦。小花，还得感谢娘，1年来带我们发家致富不说，村里人还都过得越来越好了。不是做梦，是你自己走到这一步的。这套嫁衣配你只够好看，不够贵。娘，别哭，妆花了明天怎么进宫？柳氏，把你那套珍珠头饰也拿出来，咱家嫁女人首饰只多不少。明天你站到太子身边的时候，记得你姓苏，这个姓不丢人。你娘治好了太后的病，你哥管着城里最火的铺子，你弟弟在府学考了前10，你不是乡下丫头，你是我沈清言的女儿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当年我答应过你，不卖你，以后都不卖你。你看，我没骗你。今天是你要出嫁了，嫁的不是什么60岁老光棍，是当朝太子。来了来了！苏大娘，我来接小花，您放心，这辈子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护着她。我没什么不放心的，这丫头从小吃够了苦，以后该享福了。殿下，不，环儿，小花交给你了。娘，我走了。姐写的那3个字，比我的小楷都好看。婚书上签的是苏小花，一笔一画，没有一个字写错。民生囤粮系统已累计兑换347次，宿主等级高级生存者，新增成就家族振兴，奖励积分5000。大牛，铺子今天不开门，全村摆流水席。流水席多少桌？来多少人摆多少桌，从村口摆到村尾，告诉所有人，苏家嫁女儿，敞开了吃。